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这么多 ET9，就没有我买的颜色。自动开门，自动关门。我试图用前备箱夹手指。山路 U 型弯，转弯几乎不侧倾，方向盘就转这么一点点。我在绕圈圈，我在照镜子。换电只要3分钟。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，终于可以全方位的跟大家聊一聊蔚来 ET9了。这期视频发布的时候应该是24号，再过5天的时间，我也会提我的 ET9，所以这期视频我拍的很全也很长，按照车主的视角来拍的，记得看完之后点赞3连哦。81.8万的售价，在任何国家的汽车消费市场，这都不是一台便宜的车，折合11.3万美元，10.3万欧元。你都可以去买到一台奔驰 S Class 500的车型，蔚来定在这个价格，既是勇气也是自信。那么这台集蔚来10年研发之大成的 ET9究竟好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一看。车是车主，是人品味的映射。理论上呢，不同场景要有不同的车。这个级别的车呢，非常容易变成一个司机专属的车。想要逃脱这个定律的话，车的外观显得非常重要，既要有气势磅礴，又不能沦为大众对于行政车所期待的那个样子。蔚来选择了自己的飞航车身，一眼就能看出这是蔚来的产品，同时侧面修长的线条看起来又没有那么传统。所有的一切不同都从你靠近这台车开始，车会先快速下降，支撑着要快速下降的悬架，我们后面再来说。巨大的迎宾光毯展开，车前 Micro LED 的大灯射出光影，你走到门边，甚至不需要伸出手，门就自动打开了。是的，这台车是 UWB 定位的，厘米级的定位，车可以感知你在哪里，你带着钥匙可以，带着 New Phone 可以，带着 iPhone， 对 iPhone 已经支持了 UWB Car Key 了，也可以靠近车辆，车自动下沉，同时车门自动打开。这个门还值得一说，可能是业界少见的双模电动车门，拉手内侧是电容感应的，手只要搭在上面，门就会自动弹出一点。这是从2021年的蔚来 ET7 开始，蔚来创造性的引领了行业的功能。到了2025年，你可以看到大量品牌都在自己贵的车上做这样开门的方式。同时呢 ，ET9 这扇门虽然又大又厚重，但是跟别的很多车相比 ，ET9 的手动模式得益于开门电机的调教，2个手指就可以轻松推动这扇门，并且门可以保持在任意角度悬停。某些品牌的电动门在手动模式下，甚至可以帮助你练习臂力哦，我就不说是哪家了。总之都叫一个名字，都叫电动门，那体验的差别真的还蛮大的。蔚来在这个门把手上还集成了微动开关，拉手外侧轻轻的按压一下，整个把手会有很好玩的震动反馈。接着呢，门就会自动向外打开。你在门上是看不到任何超声波雷达，看不到任何毫米波传感器的，但是门就可以精准丝滑的限位，绝对不会打到别的车。这个门把手还集成了紧急开门、冰冻后除冰推出的能力。未来的做法就是克制，让这个门把手不要喧宾夺主，3种开门方式：自动开、电容感应、手摸开、电动打开都可以。是的 ，ET9 是蔚来品牌第一款带有前备箱的作品，它就极致做到它的前备箱的好用。105升的超大容积，放下20寸的行李箱之后，依然有很多富足，可以在车外喊 Nomi 帮你来把车前备箱打开。Hi Nomi， 打开前备箱。可以带着手机或者钥匙在车外一脚踢打开。前备箱盖带有双电动撑杆，要关闭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喊 Nomi 关闭，你也可以脚踢关闭，还可以按前舱内的开关按钮关闭。这么做的目标就一件事儿，前备箱要做就把它做得好，空间要大，内部要平整，使用起来要方便。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脏了自己的手。而且呢，前备箱也贴心的做了防夹处理，使用很安心。顺便说一句啊 ，Nomi 不仅可以帮你开前备箱、开后备箱的门，还能开整个车的4扇车门呢。Hi Nomi， 打开全部车门。
Nomi 的语音呢是支持声纹识别的，也就是说，等到我提车之后，Nomi 将只会认识我的声音。那现场在试驾的时候，因为考虑到试驾的方便，并没有录入声纹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场景：一个人喊一声 Hi Nomi， 可能好几台车同时响应。但等到你真正提车的时候就不会的，也不用担心别人把你的车门开了。来到车的前灯部分，智能高清投影大灯 Micro LED 技术，这是最新一代的显示技术啊，亮度高，用得少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因为它比较贵。但是呢，它在 ET9 上可以实现100米外25厘米的分区照明，如此精准的控光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行驶在乡间小路或者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对向有来车，或者前面有一个电瓶车，我们可以做到远光灯照样打开，但是把对向车给抠向，或者把同向的电瓶车给抠出来，不要闪着别人。未来卖的现款部分车型其实也有类似的功能，但是它的灯珠呢不是 Micro LED 的，能实现的照射距离呢以及精度有所区别。对了，这个灯呢还可以顺手做一个灯光秀啊，就是前几天大家看的很爽的那个视频。还没完啊，车灯的能力远不止于此，智能自适应循迹光毯可以清楚的给别的车辆适宜宽度，当遇到需要礼让行人场景的时候，还能投射出一条类似人行横道的标志。光毯呢也可以随着方向盘的转动而发生扭转。大家都知道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，是吧？所以之前有个品牌说它可以让光线转弯。相比之下呢，蔚来还是尊重了物理。这个光毯本身也会 ADB 来避让行人、电瓶车，提升道路交通别的参与者的安全。普通车呢就真的没有必要去聊颜色了。ET9呢稍微聊两句，官方有一个神奇的颜色叫紫叶净瓷蓝。这个油漆的选装价格是3万块钱，但是很值得。它需要老师傅呢经历60个小时的抛光净瓷工艺，这是一种传统流传下来的，要不停的使用不同木的砂纸来反复打磨，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在傍晚的日落之下，你看到车漆可以直接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天空的颜色。等到夜深的时候，这个车漆又会变成黑色那般沉稳跟深邃。当然了，我没有选啊，不是我舍不得花这3万块钱，我是发现订这个车的人每个人都舍得花3万块，就大家的颜色怎么都一样啊？而我呢又想在无人的赛道上狂奔哦，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只在 EC7 上可以选择的星云红颜色，铂更地的配色。我也没有特别多的商务需求，但是不妨碍我开一台大而舒适有魄的车。所以呢，我选择了 M42 星云红。等到我提车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应该蛮罕见的，我给大家来多拍拍视频。那车轮呢？本次所有的试驾车都是23寸的车轮，我这台呢还是23英寸的锻造轮毂，也是我选的款型。我很喜欢大轮毂，跟车高几乎是1:2的比例，侧面会显得非常大气。而且行政车的多幅太传统了，未来在这里进行了一些适时的改造。轮毂的中心盖呢，也跟劳斯莱斯那样，这个车在行进的时候，未来的 logo 永远是正的，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细节吧。你们去未来的展厅的时候可以发现啊，未来的展厅不管是 New House 还是只在商场、超市随便摆的一台车，它的 logo 永远是正的。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审美细节，你再去看看别的品牌在商场中庭摆的车，你会发现一点点小小的细节不同，可能决定了这些品牌到底跟别人有何不一样。ET9呢，正面是1颗激光雷达，侧面有2颗母盲的激光雷达。那顺便说一句，在头顶上顶激光雷达这个事儿，2021年 ET7 发布的时候，大家好像还颇有微词。到了2025年，所有品牌要么它上不起激光雷达，
凡是用激光 AI， 一定是顶在头顶上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未来在设计和技术上引领的潮流。4年了，虽然说这个东西再拿出来吹也没啥好说，但是第一个做的，敢为天下先的，就是这个品牌的精神啊。终于可以聊一聊这套全球唯一同时集成了全主动悬架、后轮转向加线控转向的车了。我们从悬架开始聊，大家看过很多香槟塔的演示了，也看到很多飞坡的演示。香槟塔其实它展示了这套悬架对于车身拉平的极限。飞坡呢其实分2段，上坡的时候呢，车其实是要贴着坡道上行的。主动悬架呢会控制车辆的起伏，同时后轴施加一定的主动力，把车尾给抬起来，确保你上去的时候不要被抛起。在下坡的时候，车轮是需要贴着坡道下落的，主动悬架呢需要顶住，让车身先飘起来，然后再缓慢的释放，如同一个大手接住了你车向下走，实现车身缓和的飘下去，而不是那种巨大的下坐。这个呢就是结果。那怎么实现的呢？179上的这套东西叫做 FAS 天行全主动悬架，一台车上呢总共有4个，这次呢我也得以目睹它的真面容啊。其实呢，蔚来并不是第一个上全主动悬架的，保时捷在 Panamera 上可以花12万选装一个，因为这套系统呢它比较费电，所以油的车是不可以选的，在混动的 Panamera 上可以选。保时捷上那个与 NIO 的差别呢，它是一个分体式的全主动悬架，优点呢是瞬时的力度可以很大，响应速度呢就没有蔚来这么快了。但是呢，它非常适合自己跑赛道的场景。当你面对技值侧向力很大的时候，它瞬间提供很大的侧向支撑力。那蔚来的这套呢，则是源自于蔚来的资本投资的 Clear Motion。那更早的原型呢，其实是来自于做音响的 BOSE 那家公司。因为当年油车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电力，以及这套悬架所需要很强的响应能力，软件也跟不上，所以呢就没有做。蔚来呢和 Clear Motion 把它量产了，把它上车了。那顺便说一句啊，下一代的保时捷也是用蔚来的这套东西的，已经发过新闻稿了。那传统的被动减震器呢，它是依靠弹簧的压缩和拉伸为车辆提供缓震的。那不管是机械弹簧还是空气弹簧，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，都有自己的工作区别，有自己超出了自己工作的范围之后，就对于路面的颠簸啊、起伏啊就无能为力了。而天行的全主动悬架呢，这套产品其实是由液压电机来驱动的，响应速度呢可以达到1000赫兹。这套动作器的核心呢，就是跟我手掌差不多大的一个驱动单元，集成度非常高。它里面有一个控制电机，有一个齿轮泵。电驱动单元呢，通过控制油液通过的阻尼力，控制车身的运动姿态。这里面呢，因为还有一个集成度很高的偏心电机，它可以直接快速的转动，加速内部液体的流动，从而直接改变车身的高度。那配合本身179很长的一个悬架行程，一切空气弹簧够不到的地方，天行通过自己的电机控制油液高度，改变阻尼，来实现车身的稳定。但需要提醒的是，它能做到这样的姿态控制，并不代表它可以消除所有地面的滤震。有同学说开179从此人生没有门槛啊，这个愿望其实非常好，但是这套东西的原理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隔震。像香槟塔所演示的就是告诉你，这套悬架的极限能力可以让车身是平的，平着车身上面的香槟是不会洒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车轮总归是要接地的，车轮接地之后，你就会感受到震动，感受到噪音，车厢内也能听得到的。这个呢需要给大家来明确。所以现在你知道香槟塔是怎么实现了，就是天行全主动悬架不断快速的实现一个上拉车身下拉轮子的力，通过极高的频率时刻让车身保持水平。但这样的高频下，车身里面的人其实是不舒服的。所以说香槟塔只是车极限能力的展示，真正舒服的能力是驾驶里面的舒适尊享能力。车轮呢其实不是通过快速的上下跳脚来对抗阻力力的，而是通过轻柔的化解，遇到下沉的时候大手托住，遇到要飞坡的时候缓慢顶住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飞坡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坡，但是既没有在车内感到快速的抬升，也没有感到急速的下坠，但是你还是能知道你刚才过了一个坡。所以哪怕使用天行全主动悬架，你依然是可以感受到你该感受的路感的，这也是对的。
如果所有的路感完全被隔绝掉，你看到路起伏，但车里没反应，你会晕。那当你明白了这些之后，你就知道所谓减速带到底摆轴距还是不摆轴距，其实无关紧要，对全主动悬架没有丝毫影响，你怎么摆都可以。之前蔚来发减速带视频的时候，他们先疯狂的说轴距是按照蔚来的车来匹配的，不对。后来呢，又换了迈巴赫的轴距，他们又说挡住了迈巴赫育苗的道路，就是不能承认蔚来有技术。我们这次呢，在合肥的试驾场地，减速带的轴距有 ET9 的，有随便摆的，有宝马7系的轴距。什么车看上去都是摇摇晃晃的，但是你开 ET9 它就是更平的。飞坡也是一样啊，我看到还有一种观点说演示的坡都是对称的，所以表现好。真的，实际路面上的坡不老少，你去看一看呗。原理上 ET9 就不需要这个坡是对称。这车的悬架呢，其实还可以更加强大一点，现在版本还没上。蔚来现款车型呢是有4D 舒适领航的，它的基本原理是几台蔚来都走过这个路，表示这个路上有一个坑，在地图上会自动标记一下，下一次别的蔚来来的时候，它会提前调整 CDC 的刚度，让你通过的时候更加舒适。等到 ET9 呢把这套弄上去的时候，会更加的舒服。同时，因为全主动悬架的执行更快，ET9 可以利用激光雷达以及视觉摄像头去探测路面上的不平，提前通过育苗的方式让路变得更好。这悬架的表现还能更上一个层次。是的，目前我们演示的所有 ET9 完全只依靠 FAS 全主动悬架的能力来实现的舒适，还没有上育苗呢。单靠全主动悬架就这么狠了，上了育苗之后，我只能说还有谁？就现在，我甚至可以开着这台超过5.3米的大轿车跑山，哪怕面对回头弯，传统车这时候一定会有巨大的计值，造成车身的不平衡，造成车身的侧倾。ET9 会让这个不平衡变得非常的轻微，这个呢是你刚开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奇怪，但是你习惯之后会觉得这个车能力深不可测，但是你又很乐于去接受车的悬架帮你把车给拉平，你会开起来觉得很快乐。如果说跑山并不是这个车的应该去的场景，但是它展现了极限能力，那么天行全主动悬架在你日常红绿灯起步的时候让车身不抬头，紧急制动的时候让你车身不点头，在魔鬼波浪路上让你更平和的姿态，则是树立了这个车该有的旗舰标准。你可以看一看奥迪 A8 是怎么过的，可以看一看宝马7系是怎么过的，再看一看蔚来是怎么过的，真的不是一个时代的车了。哦，挺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哇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再往右转，就你会觉得不够啦，不够啦，可以的，可以过来，没问题，可以过来。哇塞，这就是极窄的地库呗。非常窄。再来说一说线控转向，这是国产第一次被允许使用的线控转向产品。蔚来参与了标准的编制，获得了工信部的量产认证，目前有且仅有 ET9。之前呢，英菲尼迪的 Q50也搞过线控转向，但是它保留了机械转向柱，后来召回了，因为可靠性的问题。而 ET9 是旗舰车型，双供电、双通信、双硬件、双软件冗余，所以工信部允许上了，通过了软件认证。为了这套线控转向的双冗余系统，蔚来甚至找了2个供应商，分别使用不同的软件、不同的算法来做，避免因为同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，叫供应失效，对吧？造成系统性的失灵。这有啥好处啊？原来的车呢都是有转向柱的，现在去掉了。你可以理解为你的方向盘其实是一个游戏方向盘，方向盘的转动角度与轮子的转动角度实际上是完全解耦的，你完全可以实现方向盘在转，轮子纹丝不动。对，就像你在驻车的脚下，你在玩赛车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这样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没有转向柱的参与，方向盘的前后伸缩角度可以很大，车内的空间布置可以更灵活。这有什么价值啊？等到自动驾驶时代的时候，方向盘可以向内收，给你更大的空间。理论上来说，自动驾驶下方向盘并不需要，所以半圆形的方向盘，如果你没有线控转向的话，那就是垃圾的体验。那转向的时候再打手，甚至还要接手，就跟傻子一样。而且 ET9 这一次可变转向比调整的非常好，现场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圆，你可以逐渐去提速，手上的转向力会非常符合你的预期。这比某些品牌在海外硬上了一个线控转向，它的转向是转向角度到达一定程度之后，力会突然变大，不然的话这个车轮转不过来，要好太多了。ET9 这个可变转向比调教的非常好，每一个人最多转2个弯，它就可以轻松上手了。
而且 ET9 的方向盘最大转向角度只有240度，也就是说你打大半圈就到头了，不再需要去接手这样的操作，这就给驾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是的，如果没有线控转向，请车企们一定不要搞什么半幅方向盘，在那疯狂的转，接手又接不住，我看着都觉得危险。上了线控转向之后还有什么好处？比如说自动泊车，车需要挺大角度倒车，对不对？自动泊车的时候，方向盘只需要轻微的动一下，告诉你车在前进或者在后退的方向，告诉你一个角度而已，它其实可以完全不转的，它轻轻动一下，安全感更好，而且也完全不会存在打你手的问题。以前的车在泊车的时候，方向盘是需要疯狂转动的，所以 ET9 优雅呀，好用啊，这个是真的。这套线控转向，哪怕在跑山的时候也不需要你接手，真的好用，真的希望你们去试一下，就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与线控转向搭配服用的还有这个后轮转向，因为是 8.3 度的后轮转向 ，ET9 的最小转弯半径只有 10.9 米。什么概念呢？这台超过 5.3 米的车转弯半径其实跟一台 Mini Cooper 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可以围着一台 ET9 绕圈，我可以用3条车道直接掉头，还可以在官方布置的特别窄的停车位里面不倒车，轻松的在里面展展腾挪，甚至说方向盘的转向角度都不到90度就可以转过来，非常非常的快乐。所以我愿意把 ET9 当成一台日常开的车，就如同 Panamera 那样。哇！那么后轮转向加线控转向结合在一起，安全上又可以实现什么呢？在高速爆胎之后，未来的 TPMS 胎压检测可以在 0.3 秒内响应，全主动悬架迅速补齐高度差，线控转向会正确补偿用户的操作。说白了，完全解耦的情况下，哪怕你在爆胎了，本能的去救车，然后方向给打反了，转向也可以让你走上正确的方向。未来除了在直线上可以通过线控转向，通过后轮转向来补偿这些风险，0.6G 加速度的弯道中爆胎也能处理啊。所以你知道为啥斌哥敢亲自去试160公里爆胎了吧？为啥下雨天120公里前后轮同时爆胎都没事儿？而且未来的爆胎可不是别的品牌所演示的泄气哦，那是瞬间就把轮胎的截面给切断了，轰的一声啊，爆胎啊，危险是真的很危险。对了，爆胎视频呢，之前看到的都是车外视角，这一次呢 NIO 也展示了车内的视角，车内呢甚至还有一个陀螺，轮胎爆了，陀螺也没有飞出去，你就说这个车有多稳吧。那别的车这么高速爆胎，可能就要换人喽，我都不说是换车，可能都要换人喽。所以 ET9 真的给车内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安心感。还有更好玩的，合肥的演示场地上呢，地面上一边是下雨，一边呢是塑料布上喷上肥皂水，够滑了吧？让你呢在这上面大力的去制动刹车。如果你会救车，那你能感受到方向有一些轻微的动，你就轻轻的推一推就好了。如果你真的不会救，你啥也不需要干，车依然可以稳定的循迹停下。你不能说这个车完全轮子一点偏移都没有，但是那个偏移量非常非常的小。这种在安全上的极致追求，其实降低了对驾驶员能力的要求，真的挺好的，而且别人也没有。未来的天行全主动悬架加后轮转向加线控转向，有的媒体老师在试驾完之后说物理学不存在了啊，其实物理一直都在，只是技术大力的拓展了整个车可以操纵的边界。这个时代最好的车就该如此。这个时代最好的车。有了基础的一些驾乘素质之外呢，未来还在白车身上进行了诸多原创，自研的大压铸配方，超大的一个地环，车身的抗扭刚度直接到了52600牛米每度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很多便宜的车动不动喜欢使用 CTC， 它把电池给它拴在整个车身上，然后再加一些大螺栓，很容易做出抗扭刚度很大，这其实是一种硬实。但作为换电的车型，抗扭刚度只能靠自己车身结构强度来硬扛。再加上呢，未来做了一些大量声学上的优化，这个车呢很大，开起来呢也很安静。然后对了，头枕还是有主动降噪能力的，类似于那个苹果的 AirPods Max， 所以让你在行驶的过程中其实感觉很安静的。这个车呢安静到什么地步呢？当你按下喇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喇叭坏了，但其实喇叭没坏，喇叭本身的声音被完全隔绝掉了，你听到的是车内模拟的那个声音，那个模拟音很 Q 啊，但我不是很喜欢。
我理解他们做这个的目的啊，换一个声音吧，就是车内的模拟音有点奇怪，或者你干脆把这个奇怪的模拟音去掉吧。驾驶上呢还有一个巧思，就是上了蓝宝石的 AR HUD， 车的 HUD 呢会面对太阳照射，温度呢会很高。那为什么是蓝宝石？玩过塞尔达传说的朋友们都知道蓝宝石可以降温，对吧？那其实是因为蓝宝石的耐热性能好。这套 HUD 呢，目前展示的仍然是传统的模式，显示地图啊、速度啊、方向之类。其实还有一个 AR 模式，可以实现近焦5米处的31英寸的投射，远焦15米处大概等效有120英寸，一个巨大的一个画面，并且呢是可以前后变焦的，给用户一个非常真实的空间感受。官方呢倒是放了几个演示视频，目前试驾车还没这个能力，需要等软件准备好。这个呢可能是本次试驾比较遗憾的地方。如果说上面的3大驾驶黑科技是对技术的提升，那么接下来内饰的豪华，则是未来在无人的道路上狂奔的结果。还是从车外开始，车在白车身上就保障了车窗上的三角窗，给你提供足够的隐私。你坐在后排，哪怕车门被打开了，只要你不身体前倾，外面的人依然看不见你的脸。这对于 VIP 来说其实很重要。当你拿着 UWB 钥匙或者手机靠近车门的时候，车身高度在你眨眼2下的时间就自动下降了，变成迎宾的高度，车门就打开了，你可以优雅的平移进出。我该怎么说呢？就是 SUV 有时候你需要爬进去，对吧？轿车呢有时候你需要钻进去，但 ET9 呢给了你一个更为妥帖的高度，你进入车里呢丝毫是自然的，没有妥协的，是舒适的，所以叫平移进出。好，当你上车了，不管是主驾还是尊贵的右后方，你都面临要关门的问题。当然，外面有人帮你关门是更好。外面没有人帮你关门的时候怎么办？主驾可以选择把门把手拉上，你也可以选择按车内的关门按钮。这个车的4个车门都有关门按钮，主驾呢还可以额外选择踩一脚刹车自动关门。电动门会用最为妥帖的力度合上车门，目之所及之内，顶棚、座椅、屏幕、座椅后背甚至脚垫都是柔软的高级视觉。首先要说的是座椅，4个座椅都是蔚来自研的座椅骨架，而且都通过了 Uncle Tex 认证的真选级纳帕真皮，全车菱形格纹，用了多达20万个针脚缝制，582毫米超为宽阔的坐垫，什么身材的人都能坐得下。这座椅前项提供22个调节，后排提供20项的调节，而且调节的项目中甚至包括了座椅的软硬。谁说座椅的软硬出厂就一定固定了呢？不同的人的重量不一样，他对于座椅的软硬的追求是不同的。未来呢，在前排座椅上甚至还做了一个小扳手方式的调节，方便你在各种座椅的模式调节项目中去切换，做的真的好。座椅的通风加热肯定都是标配的。那按摩呢，有16个点位的热式按摩，而且呢，座位也能按摩，背臀腿按摩也是可以选择的。大部分这个价格的车呢，只能按摩后背，臀腿是做不了的。那这还没结束，支持加热，对吧？座椅加热很常见 ，ET9 在门板上、在扶手上都进行了加热，你手能摸到的地方它都给你加热，这个用过真的回不去啊！有朋友说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就是南方装地暖啊，没有用过的人说没有必要，用过的人，比如说在上海没有地暖的房子住起来真的很冷的呀，所以得有。那至于什么腿托加热啊、方向盘加热，我就不说了。有一说一，有一个智能模式。虽然这么多分区让你选择，好像这个加热你选一次很麻烦，你就选智能模式，该热热该冷冷，全部交给车自动搞定。我还想说一说这个原生的4座带来的独特行政岛以及天空桥的设定。先说下面的行政岛，来自北美高寒地带的风影真木，斯坦威钢琴的同款实木，而且是对纹安装的，从前延伸到后，带来了极为连贯的视觉效果。后排这个岛的下方是一个电动冰箱，开合门也是全电动的，不是那种搞一个弹簧，然后你一让开关释放，弹簧给它推出来，然后冰箱是要手动关门的。ET9 这个冰箱是电动也可以关回去的，并且呢，在后排行政岛下还创造性的布置了一个单元，
蔚来 ET9 的声道是 8.2.4.8 的35个扬声器，2800瓦的功率，前后双重超重低音的扬声器。这套音响呢叫做九霄天琴，起名呢显然是来自于中国的一道传世级古琴九霄环佩，对吧？听这个名字你鸡皮疙瘩就出来了。我很难跟你用形容词来形容音乐如何，但是有人懂。给《流浪地球》配音的老师，他有发过一期 ET9 的视频，我把它贴出来，大家去看一看专业人士对于 ET9 音响的评价，好吧？ET9 呢还跟 Direct 一起做了 UpMix 上混技术，可以把立体声音频转化为全景声，这其实改变了一切啊！你甚至可以让自己处在听音位在观众的席里头，跟在乐队席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音，请在邀请试驾的时候一定试一试。至于头枕音响的加入，你可以让你喜欢的音乐只有自己欣赏，让前排驾驶员专心听导航，也可以让全车人一起听到这独具匠心的音响设计。蔚来这一次对于音频的调节 Pro EQ 也做得非常细致。不会弄的人，你是需要人声增强，还是现场感更好，还是说你要听一些古典乐器，直接选择对应的配置就好。那会的人可以单独的去调教，我能听出好坏，但是我缺乏对于乐理的词汇。我想请大家品读下面这句话：当播放《星际穿越》的原声时，管风琴的24赫兹基频不再是耳膜探测不到的震颤，而是脊柱才能解析的密码。行政岛上的小桌板有多自由度可以调节，可以自己用，可以隔壁用，可以折叠起来当一个化妆镜用，下车的时候甚至不需要收回去，只要你推到边上用就好。这个小桌板的能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学习成本，但是你学会了之后，你懂得什么叫处处匠心。与行政岛所对应的东西叫天空桥，你抬头看一看天空，两侧透露出氤氲的光线，两个线条随着视线一直延伸到前方，会有一种星际战舰的感觉。全车3块大的娱乐屏幕都支持杜比世界，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协议，你的屏幕呢素质要够，声音呢要是杜比全景声，你才能加在一起，才能叫杜比世界。杜比呢是按照屏幕去收授权费的，ET9的3块屏幕都支持，并且支持内容同步分享。当你按下这个按钮之后，全车后部、侧边车窗、三角窗、车顶的顶棚都会自动给你向前关上，给你营造一个足够静谧而且舒适高雅的位置。每次看到他们一起联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气势磅礴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独立控制后排座椅的俯仰角度啊、腿部的角度啊、门板侧边还有快捷按钮，一键135度躺下也没问题。全车光铺式的氛围灯配合着菱形格纹，任何主题的颜色都好看，既不是夜店风的狂躁，也有几分鲜活与克制。那后排的中间呢，还有一个保险柜，支持密码打开，对于一些你不想让别人见到的物品，你就放在这里就挺合适的。车呢也支持一键隐私能力，所有的遮阳帘会全部关闭，麦克风之类的也会关闭，给你一个需要洽谈的环境。我觉得场景呢都考虑得很清楚。那有了以上的这些硬件之后呢，我还想来聊一聊软件。一直以来呢，蔚来的车型都坚持是竖屏交互 ，ET9 第一次使用了横屏交互，90赫兹的车规级 OLED 的屏幕比较罕见了，主要是别人用不起。硬件上的圆角呢，也符合这个时代交互的主题啊，创造性的给了不同车机的主题。是的，车机跟电脑一样，竟然是有主题的。如何进入？从下往上滑动屏幕即可。有适合极客们看的天行世界，可以实时显示天行全主动悬架的工作状态。也有随着时光流动的天光映画，氛围灯会随着时间进行变化。
每一种桌面都对应着一套主题颜色，不仅 OLED 的屏幕会变化 ，Skyline 数字天际线也会随之改变。而且这两块屏幕是有连接的，比如说你切换了一个黑金主题，桌面变了，氛围灯变了 ，Skyline 上也会延展出黑金的线条。再切换一个带有萤火虫的桌面，手指滑动那些萤火虫，它们会跨过屏幕到那些 Skyline 上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因为 Skyline 的存在，车机交互除了大屏，额外多了一些内容，未来称之为信息卡。速度显示呢可以放在这里，胎压显示呢也可以放在这里，按方向盘上的按键呢就可以随意切换。副驾呢同样也有独立的信息卡可以切换，按键呢在灵犀岛上。那另外比较惊喜的是呢，小组件功能，左侧以及右侧都有3个小组件，都可以显示日历啊，显示当前太阳晒不晒，还可以显示日出时间这些东西。这些都是可以自定义体验的功能，比如说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海拔高度的实时显示，那么这在后期的 OTA 就可以把它加上，我把它拖进去就可以了。这种体验呢，大屏跟数字天际线进行了融合交互的，只此一家。还值得特别再说2句的就是天行世界那个主题，它时刻展现了这台车天行悬架的工作状态，这些信息是车辆实时回传的。其实这一套信息的底层能够快速调用这些如此多的功能，能够跨屏幕进行高速的协作，背后是蔚来自己研发的 SkyOS 天书智能操作系统的底层功劳。蔚来的车已经打破了欧美使用 AutoSAR 在车辆上的垄断，自己用自己研发的操作系统从底层开始写，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，蔚来真的已经深不可测了。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车内有流媒体后视镜，画面挺清晰的，夜晚也很清楚，远超传统的镜子。它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呢？因为它调用了蔚来 AD 的摄像头来当流媒体后视镜的摄像头，对，一个摄像头功能是复用的。好的，因为 AD 摄像头在智能驾驶的时候需要画面清晰，云雪雨雾都要清楚，所以智能驾驶芯片就具备了极好的降噪能力。如此降噪出来的内容，再给它推到车内的流媒体后视镜上，你看到车外也是很清楚。这一套东西都是自己做的。蔚来这台车用的是 NX9031神机芯片，自研的。由于众所周知的那些原因，蔚来没有办法跟我们分享这些芯片的详细数据跟细节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国产自研并且成功上车了。虽然智能驾驶软件要等到6月份释放，但是这块芯片的 ISP 已经在工作了。今年英伟达的 Thor X 雷神芯片的旗舰版因为难产，导致国内很多要用这个芯片的昂贵的车，他们都延期发布了，或者说转而用残血的 Thor U， 就是一个低算力的版本。蔚来几年前就开始研发自己的神机，你说这家公司有没有先见之明呢？我相信公司内部一定会做过一些讨论，到底要不要自研，找英伟达买是不是就很方便？自研了之后流片失败了，损失有多大？流片成功了，没人帮你量产怎么办？这背后到底有多少艰辛，恐怕只有李斌自己知道。那顺便，去年在发布这颗芯片的时候，还是有人在骂的，说这公司亏损这么多，搞技术干嘛？这肯定是个 PPT， 芯片就不可能流片，不可能生产出来，你生产出来也是骗人的。直到你见到这台车，芯片已经上车了，他们还是会不信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信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公司，我竭尽我所能去养这家公司。我相信我这样的车主有不少。对，继续说 ，SkyOS 的底层链路非常短，效率很高 ，NX9031芯片的性能很好。这车在开门的时候，防开门刹的能力也是一绝。你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无延迟的显示后方视角。当有人有车过来的时候，你按车门，门会自动忽略一次，直到你再一次确认开门。Nomi 还会说小心后方，真的好。在安全上，蔚来真的是全力以赴的在做。顺便说一句啊，这不是179独有的功能，现有的车型哪怕没有使用神机芯片，这个功能也一样具备。只不过呢，它没有实时的显示出后方的画面。毕竟 SkyOS 是底层，现在卖的车是有的，但是179是 SkyOS 的满血版本，什么都有。原创的白车身，超大的抗扭刚度，蔚来 ET9 还为车主们进行了大量的安全冗余，线控转向是冗余的，可靠性比有转向柱的车还高一点。车内低压电源是冗余的，有独立的回路，电机是冗余的，有2个。假如真的遇到不可抗力要追尾，那行吧，天行全主动悬架可以瞬间抬升车的后部，让这个车身抬高，让防撞梁提高，让防撞梁提高之后可以更好的应对追尾操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车内的人的损失。基础性的气囊气帘这些不必多说，蔚来直接上了9个，包括前排中央远端气囊以及2排的专属气囊，气帘长度呢也达到了2.3米。
除了智能驾驶芯片之外呢，这车的电机也是自研的，未来在先进制造基地生产的电机 W 频绕组340千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机340的和180的整个体积是差不多的，能看到明显的进步。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，电驱、电池、电控、DC-DC 系统最高电压全部到了925伏。车端的峰值充电电流高达765安，自研的1200伏碳化硅功率模块与全球首款925伏的永磁同步后电机系统，性能强，更加可靠。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车的底层安全。这些东西其实很难给它讲出来啊，虽然每一家提到安全都说自己是第一，但这个反而是最考验驾驶官的地方，因为你看不见。但是 NIO 呢，过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实战，被别人撞，被大货车撞别人是吧？大体上胜利的概率还是挺高的。至于补能的话，3分钟换电已经深入人心，等效40C 的换电速度绝对超越任何超充，而且不用担心分流。虽然179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啊，我上期演示过了，在小鹏的充电桩，3台车分流的情况下，我依然可以做到21分钟从6%充到80%，这就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充电场景。但是跟换电相比呢，大概慢了20到30倍吧。那我很难想象啊，你开着一台车带着老板出门，然后再充电，司机跟老板说：“老板你别着急，咱们先排个队，排完队之后再充个20分钟就能走了。”高端车没有换电的话，我觉得真的不要玩。那补能呢，只是换电的一部分啊，换电每一次都帮你检查了电池的安全，这一点你问问你身边的老板，它的安全到底值多少钱？每一次换电站都通过电池的外观检查、充电检查的方式，细节的去管理每一块电池的安全性。不能换电的车，电池也许很安全，但是能换电的更安全，而安全是无价的。我这么说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蔚来 ET9 呢是在2019年立项的，那一年呢是蔚来被喊倒闭最猛的一年。没错，2019年蔚来被喊倒闭比今年要猛多了。整个市场上都在质疑新能源，包括质疑纯电车，包括质疑增程车，包括质疑混动车，都质疑，因为那一年他们的销量下滑了。因为电池的问题呢，蔚来在当年用换电站全量召回了电池，蔚来的市值呢，在2019年也一度跌到了20亿美金。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，蔚来在做什么？蔚来一方面在努力卖车让自己活下去，另外一方面在立项 ET9。是的，斌哥当时在美国去试驾线控转向的原型车了，也许这就是这家公司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。我今天看到这台 ET9，我真的很高兴啊！这家公司从我2018年买第一台车开启，我抛弃了特斯拉，抛弃了宝马，抛弃了保时捷，我没有觉得让我丢面子，我反而觉得自己的消费是在升级的。蔚来确实不擅长用廉价的情绪来赚你的钱，哪怕 ET9已经算是国产车的爽文时刻了，蔚来还在那兢兢业业的搞对比测试，期待每一位朋友们去试驾。他们甚至愿意在试驾场地上摆上竞品车，摆上 A8， 摆上7系，摆上迈巴赫也不是不行。他们从来都不怕对比，这就是企业的魅力，也是缺憾。但是蔚来它不会吹牛，甚至好像面对别人恶意攻击的时候，它自身的能力也不够，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量。但是我不觉得底层产品做得好的公司会一直这么憋屈，会一直被埋没啊！我不觉得一些人整天跟我去抬杠，最后他们试过之后不会说真香。就好像有人开车的时候看到 ETC 通道明明没有车，人工通道在排着老长的队，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 ETC 的效率高，就是要找一个理由说 ETC 不好。产业的升级速度已经超过社会最普遍大众的心理适应周期了。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但是呢，能理解旗舰的人们，往往他们会适应的更加快一点。其实呢，我真心的就希望大家去试驾一下，我的内容做得再好，也比不上当你坐到车里，真正感受到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那种笃定，我的视频永远拍不出来。创办蔚来是我的一个商业上的理想，但是做这样一个赛事，支持这样一个赛事，其实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理想。所以特别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。这台车的口号叫做敢想有为，我一直说的这不是车，我觉得他说的是买这台车的人。你给 NIO 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呗，在4月30号之前下单，蔚来还提供了10年免费换电，加上各种各样的权益，我觉得这台车替代 A8、替代7系、替代 S、替代迈巴赫没有任何问题。要更激进一点，在我心目中，它替代劳斯莱斯也没有问题。但是 NIO 不敢这么说，我就这么说，好吗？好了，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说订阅懂买买，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、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